眨眼，跳上跳下，地久天长，女主大秀演技爆炸。在众多年轻演员中，杨紫被认为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。当她还是童星时，她的知名度就开始了。一路走来，她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无论她出演什么类型的作品，她总能成为热门话题的焦点。在积累了更多的作品之后，她的演技也越来越稳定，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。而且，她参演的几乎每一部剧都非常热门。专业影评人指出，杨紫是一位爆款制造者。她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，也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剧本。就像前不久的《长相思》一样，在网上播出后就火爆了，轻松打破了网站的热度记录。这也是杨紫为数不多的有国民女英雄的剧之一。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，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。如今，杨紫携都市剧《好久不见的爱》再次与观众见面。不出所料，该剧自首播以来，收视率节节攀升。不用说，它是如此受欢迎。从口碑来看，该剧很有可能在年初爆红。这次是完全不同的角色，杨紫再次以新的方式发挥了自己的爆炸演技，就连眨眼、跳跃的场面也有足够的放松。现在的很多影视剧中，女演员都演得漂亮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首先，它能最大程度地保护精心设计的妆容，让你的容貌更加出众。其次，可以最大程度地隐藏演员自身的缺陷，达到对角色的高度适应。但这样做会让角色显得呆板，没有生气。如果表演中的细节过于死板，就会留下表演的痕迹。要让剧中的人物足够生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开演技。《地久天长》中杨紫饰演的黄英姿就是如此。她看上去毫无架子，性格直爽。上学的时候，她甚至有点孩子气，调皮灵活。更多时候，黄英姿看上去无忧无虑。放学后，她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。当摊贩和邻居向她打招呼并开玩笑时，她慷慨地回应。到了一菲奶奶的馄饨店，她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轻松，和方明宇等人聊得很开心。当奶奶让她洗手学包馄饨时，她突然站起来敬礼，又搞笑又调皮。当她带着江怡学轮滑时，她认真地教她，把她的腿伸直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这才是正确的方法。”当她不小心摔倒时，她强忍着疼痛站了起来，告诉几个朋友没事。当我回到家时，我发现我的膝盖骨折了。处理伤口时，黄英子因为疼痛而咧着嘴笑，甚至还眨着眼睛，这太真实了。在这些戏份中，杨紫完全放开了自己的身体来演戏。类似的镜头还有很多，比如这张。看电影时，黄英子坐在几个朋友中间。一开始她只是静静地吃着爆米花，可当恐怖的一幕出现时，她啊的一声把爆米花桶扔掉了。然后她紧紧握住江毅的手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这种恐惧果然不像是假的，越看越真实。看得出来，黄英子高兴的时候洒脱，可以活泼好动。当她生日没有收到她喜欢的礼物时，她假装离开，不得不上蹿下跳。这就是高中生应有的活力。不顾形象的表演很符合角色的特点，足以说明杨紫对这个角色的理解。杨紫的演技不错，能够根据角色的性格进行不同的调整。这种灵活的转变离不开表演技巧。然而，要塑造一个鲜活的角色，光靠技巧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真情实感。经常看到一些影视剧的花絮和幕后故事，演员拍戏的时候，导演喊了一声卡，他还沉浸在角色里没有出来。更准确地说，应该是沉浸在当时的情感之中。地久天长的爱情刚播出时，外界就有不少质疑：杨紫真的适合高中生这个角色吗？或许在一些高清镜头中，化妆和用力过大可能会造成一些戏剧性，导致与角色的匹配度下降。但成年后踏入社会的黄英姿显然已经成熟了，此时的她的形象和外貌都比较符合杨紫。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演员和角色的情感合二为一。关超的婚礼上，几个一起长大的朋友终于来参加了。黄英子看着眼前的新婚夫妇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一刻的泪水是喜悦的，有抑制不住的喜悦。脸上流下的泪水正是这段珍贵友谊的体现。关超结婚后，几个许久未见的朋友在天台上一起聊天，他们都有点醉了，昏昏欲睡。即便是在这样昏迷不醒的状态下，几个人依然情绪低落，不高兴。这时，黄英子露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。她和江毅单独谈话的时候，她其实已经醉了，很快就会睡着。但她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此时泪水从眼角缓缓滑落。此时的黄英子对于自己对江毅的爱情，还是持谨慎态度的。换句话说，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，而这种隐藏在心底的感觉，就是最初的纯粹。很多时候，杨紫的演技都能把观众带入剧情中。就像多年后再次见到江毅时，他站在路边看着他摘下头盔，眼睛慢慢湿润，泪水开始涌出。听着江怡的解释，他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黄英子坚称这是激动的泪水，但她在见到其他朋友时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显然，演员赋予角色更多的情感后，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，更加生动。杨紫在这部剧中的表现确实有点让人惊艳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水平。学生时期，她的表演有很多眨眼、跳来跳去，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进入社会慢慢成熟后，黄英子变得更加感性。此时的杨紫收起了那些眨眼的动作，反而赋予了角色更多的情感，令人感动。以爆炸演技轻松演绎新花样，这是她的功底。你觉得杨紫的演技怎么样？中影 CEO 透露，徐克版《射雕》档期年内上映，肖战符合电影所有特点。徐克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什么时候上映？近日，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由著名导演徐克执导、人气12生肖詹主演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之伟人》将于年内上映。目前正在紧张生产中。徐克的电影被寄予厚望，希望展现中华文化中的侠义精神，传承大侠报国为民的崇高理念。有人好奇，有很多当红小生，为什么选择肖战老师呢？傅若晴表示，选择肖战饰演郭靖这个角色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。他符合影片所要求的所有特征，包括角色的形象、气质和表演要求。为了保证选角的准确性，中影集团进行了反复评估，包括审核肖战的定妆照，并为他提供各种专业培训和指导，以确保他能够完美诠释郭靖这个角色。据了解，《射雕英雄传之伟人》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影。除了强大的制作团队和优秀的演员阵容外，影片还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精髓，旨在通过影像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魅力。目前该片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过程中，预计将于今年上映与广大观众见面。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武侠电影，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。通过徐克导演的精湛技艺和肖战的出色表演，相信《射雕英雄传之伟人》一定会成为经典，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，感受故事的广度和深度的中国文化。句号，你觉得这部电影会票房大卖吗？